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特别让我感动的故事。这个故事的女主角小妍，那可真是位了不得的姑娘。35岁的她在深圳做外贸专员，工资在深圳也算中上等水平了，长得那叫一个水灵。我跟你们说，在深圳这样的大城市，像小妍这样的条件，追求者那可是从来不断。可是呢，这个女孩子却偏偏通过网恋看上了一位45岁的台湾大叔。哎呀妈呀，这事儿我一开始听说的时候也是惊掉下巴，但是呢，等我真正了解了整个故事，才明白这里头有多少感人的细节。小妍从小在深圳长大，家教很好，爸妈都是那种传统的知识分子，她在外贸公司干得风生水起，但是感情生活却一直不太顺利。倒不是没人追，而是她觉得身边的男生都太浮躁，我感觉他们都只看重外表，没有人真正了解我的内心。小妍曾经这样跟我倾诉过。事情的转机发生在去年春节后，那天小妍在一个兴趣社群里发了一篇关于茶道的感悟，没想到引来了台湾大叔建宏的回应。建宏写道：“你的文章写得真好，让我想起了亡妻，他生前也很喜欢研究茶道。”就是这么一句看似普通的留言，却让小妍莫名的心动了。她告诉我，丽姐，那种感觉很奇妙，明明是隔着屏幕的对话，却感受到了对方的细腻和真诚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建宏是台湾新竹科技园区的工程师，45岁，丧偶3年。他没有子女，但对生活充满热爱。在接下来的日子里，两个人从茶道聊到生活，从生活聊到人生理想。建宏真的很特别，小妍经常这样跟我说，他不会像其他男生那样故意讨好我，而是很认真的跟我分享他的想法。有时候我们能聊一整晚的星空，聊诗词，聊生活里的小确幸。可是好景不长，当小妍把这段网恋告诉父母时，立刻遭到了强烈反对。他妈妈气得直跺脚，你是不是被洗脑了？人家比你大10岁，而且隔着个海峡，你连人家真实情况都不知道。但是小妍这次格外坚定，她跟我说，丽姐，我知道这听起来很疯狂，但是我真的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确定过。建宏给我的感觉就是那种命中注定的感觉。就这样，在父母的反对声中，小妍和建宏的网恋持续了半年，期间他们视频不断，几乎每天都要聊上好几个小时。建宏会用各种方式逗小妍开心，什么今天太阳公公没有来上班啊，这个包子实在是芋头爆浆之类的台式用语，把小妍逗得咯咯直笑。半年的网恋期间，建宏可不是光嘴上说说，他开始认真规划两个人的未来，还专门请了一位在深圳工作的台湾老乡实地考察，帮他打探小妍的工作单位是否属实。这一点让我特别欣慰，至少说明这个大叔是个谨慎负责的人。丽姐，你知道吗？建宏居然把他的房产证、存折、社保记录都拍照给我看了。小妍兴奋地跟我分享，他说要让我和家人都放心，证明他不是骗子。说实话，我当红娘这么多年，还真没见过这么主动提供个人资料的男士。建宏在新竹科学园区有一套自住的大公寓，还有一间小茶室，这些都是有实物照片为证的。最重要的是，他把自己的社交圈都介绍给了小妍，包括他的姐姐、好友，甚至连已故妻子的情况都坦诚相告。可是小妍的父母依然不买账。你傻啊，万一人家照片都是假的呢？再说了，人家都45岁了，你图他什么？小妍妈妈几乎天天这样说。我很理解父母的担忧，在他们眼里，女儿放着深圳那么多优质男青年不找，非要跟一个素未谋面的台湾大叔谈恋爱，这不是疯了是什么？更何况还有10岁的年龄差。但是小妍却跟我说了一番话，让我为之动容。丽姐，你说我图什么？我图的就是建宏这个人啊！你看现在深圳的男生，哪个不是车子房子样样要求？建宏从来不跟我谈这些，他只跟我聊生活，聊理想。
他会记得我随口说过喜欢的一首诗，会细心询问我的工作压力，还会在我加班的时候提醒我注意休息。这种细水长流的关心哪是装得出来的？终于在去年10月，建宏坐飞机来深圳见小妍了。我作为红娘，特意到机场接机。说实话，第一眼看到建宏，我也被他的气质惊艳到了。虽然已经45岁，但是保养得宜，身材挺拔，戴着一副金丝眼镜，举手投足间都透着一股书卷气。阿姐好，这一路上真是让你费心了。建宏的第一句话就让我觉得特别舒服，那种谦和有礼的感觉绝对不是装出来的。更让我吃惊的是，建宏来深圳的第一站不是去见小妍，而是主动要求去拜访小妍的父母。他带了台湾特产，还特意准备了一份详实的个人简历和未来规划书。叔叔阿姨如果不放心，我完全理解。我确实比小妍大了10岁，但是我会用余生的时间好好照顾她，疼爱她。这番话说的小妍爸妈一愣一愣的，虽然他们还是有保留意见，但是至少态度软化了不少。尤其是看到建宏带来的茶具，认认真真的给他们泡了一壶台湾高山茶，那种文人雅士的气质立刻就打动了这对知识分子父母。其实我早就想当面向叔叔阿姨请教了。建宏说话总是很有分寸，我知道让女儿嫁到台湾，你们一定很担心。但是我想说，距离不是问题，重要的是两个人的心要在一起。后来小妍妈妈偷偷跟我说，丽姐，这个建宏确实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，他不光有学问，待人处事也很周到，可不是吗？建宏在深圳住了1周，每天变着花样给小妍惊喜。有一次是订了一大束红玫瑰送到小妍公司，害得小妍在同事面前羞红了脸。还有一次，他特意去小妍从小长大的街区，拍下了很多老照片，做成了一个温馨的视频集。建宏说要把我生活过的痕迹都记录下来。小妍红着脸告诉我，他说要补上这些年错过的时光。这个台湾大叔的细腻真是让我这个老红娘都自叹不如。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，有天晚上我们几个人一起吃饭，小妍不小心把酱油打翻了，建宏立刻拿出随身携带的餐巾纸，一边帮他擦拭，一边说没关系啦，等你来台湾，我们天天可以打翻酱油。这种既幽默又体贴的态度，哪个女孩子能不动心？小妍告诉我，她最欣赏的就是建宏这种生活态度，既不会因为年龄差距而倚老卖老，也不会因为条件好就趾高气扬。丽姐，你知道吗？建宏跟我说，他之前的工资都存着，就是想等到遇见对的人，能给对方一个安稳的家。小妍说这话时眼睛都在发光，她说她不在乎我的工资高低，只希望我能开开心心的过日子。可是天下没有十全十美的事，当两家人坐下来谈具体婚事的时候，问题还是来了。小妍父母最担心的就是两岸政治局势问题，毕竟这几年风云变幻，谁也说不准将来会怎样。如果到时候两岸有什么变故，我女儿在台湾可怎么办？小妍爸爸很严肃地问。建宏的回答再次让所有人刮目相看。叔叔，这个问题我也考虑过，我在深圳已经注册了一家贸易公司的分公司，如果真有什么特殊情况，我们可以随时搬回深圳定居。而且我已经在台北和深圳都买了医疗保险，就是为了给小妍双重保障。这番话说的小妍爸爸连连点头。确实，建宏考虑问题比很多年轻人都周到。他不仅为了小妍的未来做了充分准备，还特意学习了内地的风土人情，就是为了能更好地融入小妍的生活圈子。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不是年龄差距，建宏很认真地对小妍父母说，而是两个人对生活的理解是否一致。我虽然年纪大一些，但是我相信我能给小妍一个充满爱与温暖的家。这番话说的小妍妈妈眼圈都红了。是啊，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，还能遇到一个真心实意对待婚姻的人，确实不容易。就这样，在多方权衡和深思熟虑之后，小妍父母终于点头同意了这门亲事。但是他们提出了一个要求，订婚后，小妍必须先去台湾生活3个月，体验一下真实的生活，才能结婚。
这个提议非常好。建宏立刻表示赞同，让小妍实地感受一下台湾的生活，也让我的亲友们都认识他。说干就干。去年年底，小妍请了长假，去台湾展开了她的体验之旅。建宏把新竹的房子重新装修了一遍，还特意空出一间房当做小妍的工作室。小妍每天都会给我发信息，分享她在台湾的新鲜体验。丽姐，台湾的生活节奏真的比深圳慢很多。小妍兴奋地跟我说，建宏每天都会带我去夜市逛逛，请我吃各种小吃。他说要让我把错过的美食都补回来。不仅如此，建宏还带着小妍拜访了他所有的亲戚朋友。小妍说，建宏的朋友们都特别热情，完全不会因为他是陆配就另眼相看。特别是建宏的姐姐，对小妍照顾的无微不至，还教他做台湾特色小点心。建宏的太太真的很有福气。建宏姐姐亲切地拉着小妍的手说，我弟弟这些年一直很孤单，现在终于遇到了对的人。在台湾的这3个月，小妍不光体验了当地的生活，还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建宏生活中的点点滴滴。比如建宏会每天早起帮他热牛奶，会记得他害怕打雷时给他煮姜茶，会在他想家的时候带他去看海。最让我感动的是，小妍红着眼眶告诉我，有一天我发现建宏在偷偷学习普通话视频课程，他说要学好普通话，以后跟我爸妈聊天才不会有障碍。这种细腻的体贴，哪是年轻人能比得了的？建宏总说，真正的爱情不是轰轰烈烈，而是愿意为对方付出时间和心思。3个月的体验期很快就过去了，小妍不但没有退缩，反而更加坚定了要嫁给建宏的决心。丽姐，我现在终于明白，为什么那么多人都说台湾男人贴心。建宏不是靠花言巧语打动我，而是用实际行动告诉我，什么是真正的疼爱。去年年底，小妍和建宏在台北举办了温馨的婚礼，婚礼的主题是跨海之爱，现场布置的特别浪漫。建宏还特意把深圳和台北的天际线做成了背景墙，象征着2座城市的牵手。今天是我这辈子最幸福的时刻。建宏在婚礼上动情地说，感谢小妍愿意跨越千山万水来到我身边，我会用余生的时间把之前欠她的宠爱都补回来。小妍的爸妈全程都在抹眼泪，小妍妈妈拉着我的手说，丽姐，现在我总算明白女儿为什么会选择建宏了，这个女婿真的比我们想象的好太多了。结婚后的小妍在台北过得特别滋润，建宏以前在科技园区上班，现在改成了居家办公，就是为了能多陪陪小妍。2个人一起种花、泡茶、看书，日子过得充实又惬意。前几天小妍还在跟我视频，说建宏带她去了垦丁看海。丽姐，你都不知道建宏有多贴心。小妍笑着说，他知道我喜欢看日出，特意订了一间海景房，还准备了热咖啡和毯子，就为了陪我等太阳升起。现在小妍每个月都会抽时间回深圳看望父母，建宏也总是陪着一起回来。小妍说，建宏现在的普通话说得特别标准，连他爸妈都竖起大拇指夸他用功。其实我一直觉得，小妍对我说，遇到建宏是我最大的幸运，他给了我最温暖的爱情，也让我明白了婚姻的真谛。是啊，这就是一个普通却又充满温情的爱情故事。小妍和建宏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，真正的爱情不分年龄，不分地域，重要的是2颗真诚相待的心。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不知道你们听了这个故事有什么感想呢？欢迎在下方留言，我是丽姐，我们下期再见。这个故事让我感触特别深，现在的年轻人在选择伴侣时，往往过于在意外、在条件，却忽略了最重要的情感共鸣。小妍和建宏的故事告诉我们，成熟稳重的爱情或许比轰轰烈烈的浪漫更有意义。只要2个人心意相通，就没有什么困难是跨越不了的。作为一名红娘，我由衷的祝福他们，愿这份跨海之爱历久弥新，永浴爱河。好啦，我的分享就到这里，下次我会继续给大家带来新的故事。我是丽姐，我们江湖再见喽。